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宇彤。幾天前在中共央視播出的畫面裡，有一個人的表情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通過調查發現，這個人的身份更是不一般，他幹過特戰局局長。在國際媒體拍攝的鏡頭裡，我們發現了更為有趣的內容。這個有着軍方背景的人在與習近平握手的過程裡，既沒彎腰又沒鞠躬，他只是抬了抬自己右邊的嘴角，這就算和習近平打了招呼了。那麼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緬甸國防軍的總參謀長哥哥烏中將。下面讓我們來共同欣賞一下哥哥烏中將的這些精彩瞬間。那些巴結中共、跪舔習近平的政要們，在這一點上真的應該看看這位哥哥烏中將是怎麼幹的。還是老規矩，咱們先上圖，告訴大家，下面這張圖保證讓您一看就明白我們這裡不是小題大做。一看到這張圖，眼尖的朋友可以一下子就發現了。站在第二排的左邊第二位，這個人的眼神可不一般，從周圍的官員和現場環境可以看出，這是華春瑩等中共官員陪同來訪的緬甸官員們前往那個什麼英雄紀念碑進行悼念。就在華春瑩等人假模假式的低頭鞠躬時，這些緬甸官員們沒有幾個低頭默哀的，尤其是這位哥哥烏中將，那眼神更是犀利，甚至是非常警惕。看到這裡，估計很多朋友會覺得，是有點意思。估計這位很不喜歡中共政府，要不然怎麼會是這麼一副表情？有意思的還在後面。請大家再來看第二個瞬間。這一次，哥哥烏中將是跟隨緬甸總統敏昂萊去北京訪問的。此前不久，他剛剛升任緬甸國防軍總參謀長。在這之前，他還幹過緬甸國防軍中央軍區司令、特別作戰局第一局局長，屬於緬甸國防軍的少壯派人物。咱們說的這第二個瞬間，就是敏昂萊與習近平面對面會談時的場景。哥哥烏中將依然是瞪大了眼睛，面無表情，而且就在別人低頭做記錄的時候，他也幾乎一動不動。通過和其他緬甸官員的對比，您就可以看到這位哥哥烏中將是多麼的與眾不同。那麼是不是因為曾經幹過特戰局局長，哥哥烏一直就是這個模樣呢？絕對不是。咱們來看看他2025年去印度時是一個什麼狀態。這是2025年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印緬陸軍參謀會談時的場面。緬甸代表團正是哥哥烏率領。大家看，哥哥烏中將不是不會笑啊，他怎麼一見中共政府，一見習近平就笑不出來了呢？其實這背後與緬甸國防軍對中共長期的看法有關係。因為中共老是暗中在緬甸搗鬼，所以緬甸軍隊高層始終對中共懷有疑慮。這個咱們後面會詳細談，中共怎麼在緬甸搗鬼的。咱們接着說這位哥哥烏中將。下面這個鏡頭可以說是整個訪問裡的最大看點，而且非常罕見。在歡迎儀式上，習近平按照慣例來到了緬甸代表們的面前，敏昂萊一個一個地進行介紹。當有的緬甸官員對習近平點頭哈腰的時候，哥哥烏中將站在人群中，用嚴肅的眼神看向這些官員們。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大大的不屑。習近平一個個握手，很快来到了哥哥烏中將的面前。就見哥哥烏腰桿挺直，面無表情。在敏昂萊介紹後，他既沒有像前面的幾個官員一樣對習近平來個大鞠躬，甚至也沒有點頭，硬生生地把對習近平的態度扭轉過來了。他瞪着眼看着習近平，隨即右邊的嘴角開始上揚。請注意，僅僅是右邊的嘴角，左邊的還是紋絲不動。您想，這一幕得有多有意思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兩個人握手，其中一方就是這麼瞪着眼，直着腰，一邊嘴角上揚，另一邊不動，那是什麼意思？再明顯不過，
對方這是敷衍。說到家，格格巫打心裡瞧不起習近平，而且還毫不掩飾。那您說，習近平能感覺不到這些嗎？絕對感覺得到。這個天天要給全世界指明方向的，在緬甸總參謀長這裡討了一個大大的沒趣。看到這裡，可能有的朋友覺得納悶了，為什麼格格巫中將這個鏡頭？這背後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嗎？其實，詹姆斯敦基金會早在2021年就在文章裡說，緬甸國防軍和中共政府之間是一場權宜婚姻，根本不是習近平說的什麼始終風雨同舟、守望相助。文章說，緬甸國防軍與中共的關係從來都不簡單，其對中共意圖的懷疑依然十分強烈。那麼，緬甸國防軍為什麼會對中共懷有強烈的疑慮呢？文章指出，緬甸國防軍是一支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武裝力量，自視為緬甸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守護者，因此他對外國勢力始終保持警惕，尤其對中共抱有強烈疑慮。因為這個鄰國在幾十年來困擾緬甸的眾多武裝叛亂，包括共產黨叛亂和民族武裝叛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共政府一直向緬甸共產黨提供政治和物質支持、訓練、戰略建議，甚至派遣戰鬥人員。這對緬甸國防軍看待中共的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緬甸高級將領認為，中共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叛亂時間跨度從1948年一直至1989年。這場共產黨叛亂危及了緬甸的國家主權。美國的陳映紅教授曾經撰文介紹中共如何向世界輸出革命，裡面就談到了中共如何在東南亞到處點火的。這裡面就包括緬甸，中共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是撕毀協議從來難不倒共產黨。實際上，從達成協議的那一天，共產黨想的就是隨時可以把它當作歷史文件撕毀。到了文革，這些協定全不算數了。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武裝造反，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共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武裝造反，中共軍隊還專門派出護送部隊，給他們一直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這些人抵達安全地點。甚至有的時候，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除此之外，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在1967年還成了文革宣傳中心，鼓動華僑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帶着毛澤東選集進入學校，又是念毛澤東語錄，又是唱什麼語錄歌。佩戴毛澤東像章，也是每個人不只帶一個，多的能帶着3、4個，不光帶小像章，還帶很大的像章。緬甸政府本來就對北京支持緬共游擊隊非常不滿，中共大使館和新華社這樣一來，更是刺激了緬甸政府。他一看，你這直接到學校來宣傳共產主義了，於是緬甸政府下令禁止帶毛澤東像章，禁止把什麼毛選帶到學校。中共大使館就鼓動老師和學生和學校教育部幹。結果，緬甸政府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共輸出革命的最終結果，就釀成了一場排華的大慘劇。時間就發生在1967年的6月27日和28日這2天，中共做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20多萬人遊行示威，毛澤東同意提出打倒緬甸領導人奈溫的口號。騷亂過後，大批華人離開緬甸，然而來自中國不同省份，
尤其是雲南省的紅衛兵，卻為了所謂聲援緬共革命，越過邊境參加對緬甸政府軍的游擊戰，人數多達數萬人。1966年，金三角游擊隊還僅有數千人，到1969年，游擊隊人數激增到近3萬人，最高達到5萬之眾。中共對緬甸共產黨的支持，後來也助長了緬甸的民族武裝叛亂。因為緬甸共產黨的大部分幹部來自中緬邊境地區的民族群體，例如克欽族、掸族、佤族和果敢族，在緬甸共產黨瓦解之後，分化演變出了數十個民族武裝組織。這些民族武裝組織中包括佤邦聯合軍，該組織長期接受中共先進武器和訓練的支持，至今仍被中共作為代理力量，用來向緬甸政府施加壓力。詹姆斯敦基金會的文章說，如今中共對這些武裝組織的支持，或許已不及幾十年前對緬甸共產黨所提供的程度，但佤邦聯合軍、德昂民主解放軍、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和若開軍等組織仍持續獲得來自中共的經濟支持、庇護和保護，這進一步維持並強化了緬甸國防軍對北京的懷疑。所以說，我們看到的格格巫中將的這些表情，反映的是緬甸軍界對中共的戒備。他為什麼到印度去露出了笑臉？是因為緬甸軍方正通過和印度加強合作，從而降低對中共的依賴。正如詹姆斯敦基金會文章所說，緬甸國防軍和中共政府之間只不過是一場權宜婚姻。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歡迎您訂閱這個頻道。我們的節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感謝您的收看，讓我們下次節目再見。